2025年全面进入末法时代，这可不是瞎说，更不是来自玄学臆测，而是基于当下种种迹象的理性判断。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？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分析。首先是社会层面，在经济发展停滞的背景下，黑色经济愈加猖獗，成为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。追逐利益的人们往往已陷入狂热状态，不顾他人死活，甚至在执法领域中也充斥着为私利肆意妄为的行为，手段之极端令人难以置信，几乎到了疯狂的边缘。与此同时，社会风气也在急剧恶化，道德标准的沦陷让人堪忧，男女之间缺乏基本的羞耻心，欲望泛滥，性别对立愈加明显，三观的扭曲让人看不清真实的自己，没有道德约束，没有灵魂的指引，也没有任何信仰的支撑。仁义和道德早已不再是人们的准则，如今似乎每个人都成了行尸走肉，什么事儿都敢做，什么东西都敢吃，丝毫不顾自然和生命的敬畏。无知和冷漠反而成为一种时尚，整个社会陷入混乱，形势堪忧。其次，从全球的视角来看，随着几代人的发展，各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矛盾愈加尖锐，似乎已无解。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一战、二战前的紧张局面如出一辙，战争的阴影不断逼近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局部冲突之中，整个世界不禁让人联想到，或许下一次大规模的全球战争仅仅是时间问题，最后是自然界的大范围灾难，似乎已经开始对人类发起了报复。近些年来，极端高温、台风、暴雨、海水倒灌等灾害时时有发生，虽然它们的影响有时局部，但其破坏力不可小觑。由于人类常常对远方的灾难漠不关心，甚至有时将它们当成笑谈，伤亡惨重，也未能引起足够重视。然而，最近频繁发生的地震灾害终于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。在大自然的愤怒面前，人类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仔细回顾人类的行为轨迹，甚至从玄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切似乎是人类自作自受的结果，过度的开采破坏自然，最终引来了大自然的反击。综合这些因素来看，我们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。眼下的天灾人祸更像是对我们的一次残酷考验。只有那些内心充满敬畏、坚守正道于宏大的历史叙事，而应该回归现实，修养内心，做好当前的每一件事儿，关爱周围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觉察与善良。或许这正是我们应对时代动荡的最佳方式。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战争，也不是暴力，而是信仰的缺失。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，这个时代是末法时代。今天这期视频我已经写好稿子了，
我将告诉在末法时代如何生存。前些日子有一则新闻，大家应该都听到了，一个女孩在几个月内被700多名男性轮流侵犯，这就是末法时代的典型象征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猪和狗都比人更有道德了。末法时代的起源是人们信仰的缺失，人们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了，法律开始逐渐变成唯一约束人性的东西。但是这个非常可怕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必将导致一个结局，这个世界上，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必将充斥着毫无底线的暴力和犯罪。所以我一直秉持的一个观点，法律一定可以减少犯罪，但是无法根除犯罪。如果想要根除犯罪，只有一种办法，人们需要拥有信仰，必须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越常人理解的庞大规律的存在，在约束和看管着我们。所以这就是末法时代的第一条生存法则，要向上社交，而不是平行社交。这里的向上指的是向更高的维度社交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一定要将因果、善恶这些东西当成是真的，然后在人间生活的时候，要将这套理论当成自己行动的第一法则，而不是将他人的目光、他人的期待、他人的评判当成是你行动的第一法则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你已经很难分清楚哪些人是好，哪些人是坏的了。所以依靠他人来决断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靠谱的，也是会被反噬的。所以你需要多读那些1-2000年前的经典，从中参考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，但是却不变的规律，将这些规律当成指引你生活的法则。我在这里给各位举2个例子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具体出处各位可以自行查询。我认为第2条生存法则是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批判，因为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身上已经沾染了时代的污浊。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我们需要的和社会让我们需要的，所以很多时候人会学坏。以前我在上小学的时候，互联网世界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，很多信息都是父母告诉我们的，而现在互联网的丰富取代了现实世界。你会在小学生的口中听到很多下流淫秽的流行用语，他们会引以为豪，他们会大张旗鼓地谈论人类肿胀的欲望，并且觉得这是正常的，这是很酷的。他们会在母亲节的时候诅咒别人的母亲，他们会在一个人去世的时候说终于少了一个负担。换而言之，道德对于当代人的约束已经被互联网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所瓦解。尼尔波茨曼将其称之为消逝的童年。很多时候我们会相信一个观点，而不去思考为什么相信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大脑已经不再受我们的控制，而是自己惯性般的在思考和移动。我们的思绪就像是一条裹满了泥沙却永远无法停止奔腾的河流。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，
不要相信你脑子中存在和吐出的任何想法，一定要去想我这个想法的来源是什么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，以及你可以每天什么都不干的发呆个15分钟。这些行为会让你大脑降温，衣服穿太多我们会出汗，身体会黏糊糊的。相同的，思想状态多，大脑也会发热、出汗、烦躁，你的大脑也会变得黏糊糊的。末法时代，我们该如何修行？如果问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，1000人会有1000种目的，10000人会有10000种，1亿人会有1亿种。修行本身没有目的，修行就是修行，修行本身不为健康，不为觉醒，不为开悟，也不为智慧、灵药。修行只是刚好遇到了。古人讲行走坐卧皆为修行，修行只是你现在刚好遇到了，刚好到了这个阶段。比如我们碰到一个长者、智者或者大师，说你应该如何修行，你要达到哪个境界，其实这是站在他的层面来讲的，并不是站在所有人的层面，并不是站在生命的本身层面。在生命的本身层面，除了允许什么都没有，因为允许就是它存在的本质。2020年的时候，这个圈子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时代是最好的，最接近让你去修行的时代。我们把修行挂在嘴边，随便一讲，但是如果没有那种环境，嘴巴讲不出来。如果责任担当全都在你身上，你拿什么去修行？脑袋里面都不会有这个念头。有句话叫物极必反，意思是物质发展过快，带动了心灵和信息。我们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都是从心灵之道去链接的，可能你以为是头脑，但是是你的心灵。心灵需要成长，所以你才链接到这些信息，像灵性的信息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除了宗教、哲学、科学，还有生命探索，现在很多平台都会发这样的文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因为物质发展太快，物极必反了。现在基本上所有家庭都不缺最简单、最原始的安全需求、生存需求，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养活自己。温饱是最简单的，但是在以前反而是最难的。地球在运转的时候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物质转化。地球在高速发展的时候，就像摸着石头过河。高速发展之后，在中间的时候会有平稳期，平稳期能量也会慢慢平稳下来，之后又回到高速发展。因为平稳期之后有积累，积累之后再开始爆发。物质就是这样的。02精神内卷。这个年代任何内卷的东西期限很短，比如一个话题可能半个月不到就分崩离析了。有一个视频2就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。视频流出之后，阅读量疯涨，但是很快就有人质疑，
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事先准备出来的，还是直接讲出来的，然后去发掘。最终发现二舅可能是真的，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舆论，都是一种冲击力。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关于币种的文章，名字就叫二舅，相当于一个人在一个网站上面注册了这个币种，短短几个星期就达到了800万。因为做这个网站的人就是开发这个币种的人，就是为了把这个钱捐献给二舅。虽然连二舅是谁，这个人到底真实与否都不知道，这个网站就已经盈利了800万。所以我们能知道，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内卷与舆论、媒体每天的话题脱离不了。内卷的速度很快，但是出来的快，被人遗忘的也会快。在我们这个年代，就算有所谓的开悟、觉醒的大师，也会被很多人攻击，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是共同的，共同富裕，共同承担。有钱就必须大家都有钱，有能量必须大家都有能量，有神性必须大家都有神性。就是内卷已经到如此之多的程度了，所以现在所谓的抑郁症、精神病越来越多。这个年代太多信息笼罩着我们，让我们的大脑每天疲惫不堪，很难放松，所以我们才会去参加灵修课、灵学课等等。如果你的大脑是轻松的、安静的，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呢？就因为你的大脑不平静了。你要去寻找一个平静、安静的地方待着，让大脑成为大脑，而并不是我的念头、我的思绪、我的思维，才走上了修行这条路。有句话叫天命是我们自然走进去的，修行也一样，没有人要你进去，也没有一个因素非得让你进去，是自然走进去的。自然本身就是有雨、有风、有雷、有电，所以我们处在自然里面的时候，也不是风平浪静。自然狂风、雷霆、雨露都有。什么叫末法？如果用我们的认知去看，就是灵气缺乏的时代。灵气强的时候，一棵树可以长几百年甚至几千年，但是当整个世界的灵气已被消耗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整个大地的质量全部往下沉。往下沉就会让人感觉泥足深陷。能量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发现你泥足深陷，说明你周围空间往下沉的能量太多了，我们的脚挪不开，甚至路都走不了，因为全都挡住了，全是下层的东西，把双脚、双腿给埋葬了。从这里看，如果我们想要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但是不知道想做什么，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想做什么，是选择太多了，以至于不知道到底做哪一个是我喜欢做的，哪一个是我该做的，哪一个可以让我喜悦舒适。我们接收的信息最终都会流到我们的双腿，流到我们的下半身，在上半身里面，我们可以每天遨游这个信息场，
你根本就数不清每天到底爆发了多少信息，太多了。我们被这种信息所影响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如果说末法时代是灵气缺乏的话，很多生动性的东西变得不生动了。比如一朵花很生动，所以有拈花一笑，家业悟道。那现在我拿朵花，你们会笑吗？会有觉悟吗？会有觉知吗？不会，因为在现在这个场域里面，很多人看东西是昏暗的，不生动的。这朵花它只是花，我看它没有生动。以前灵气很足的时候，每一朵花都会长得娇艳、娇嫩、绽放、夺目，走过去你就会被它吸引，眼睛挪不开。03刹那芳华就够了。有种花叫曼珠沙花，就是刹那芳华，花开花死。这个时代的人看东西都欠缺耐心，所以看到就会觉得是凋零，是失败，是压抑。你可以关注一下周围的人，10个人最起码有7个是压抑的，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。当你压抑真实情感的时候，你是感受不到这个物质的生动，它的美妙，它的刹那芳华。对于物质本身来说，存在过就可以了。我们觉得物质没有思想，觉得物质不会感恩，但是物质的刹那芳华就够了。只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时间太短暂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一天已经没有24个小时了？太阳以前是在正东方升起，现在也不是在正东方了，偏离了。为什么？物极必反，我们的心性跟不上了。比如手机，马斯克准备去研发特斯拉手机，如果研发出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适应，要习惯？因为可能它会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的功能开发出来。这个年代很多人是后知后觉的去感受物质，感受生活，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东西的发生，但发生之后，我们就会想着怎样用它，怎么更方便、更快捷。现代人大多喜欢趋吉避凶，但是当你太喜欢在趋吉避凶里面的时候，你已经丧失了你的先天根本性，就是你的承受能力减少。如果你第一次应对的让你避凶了，第2次这样，第3次、第4次还会这样，但无常一定会发生，你避不了。你的趋吉避凶在无常里面只是个运转，只是你的经验，但经验是有限的，变化是无常的。你的面对、持续、耐心会下降。当都下降的时候，我们以什么方式去校对生活？每天无穷无尽的信息灌到你的大脑里面去，没有耐心，你就捕捉不到跟你同频的信息，捕捉不到你今天需要什么信息，因为你的信息在被你屏蔽，越是屏蔽越堵在后面，堵得越多，总会汹涌而出。为什么有的人会遭受极致的痛苦、极致的体验？就是因为堵得太多，总有一天会崩塌，堵不住了。水能堵住吗？我们连水都堵不住，何况是这些东西。
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靠堵来疏通的，只能让它流动，流着流着就贯通了，畅通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多人走入灵性都是无意识的，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为啥走入了灵性。我的身边，我的手机里面都是灵性的文章，我身边的朋友都进入所谓的灵性。无意识是因为你的心智在迷失，当心智迷失的时候，进入所谓的灵性只是在寻找，在寻求里面是看不到自己的，并且看不到自己的心智。我们有这么长的历史，不管宗教还是其他，很多人都说迷信。为什么打上迷信的标签？因为在迷信里面是没有自己的，叫迷之自信。自己在哪里？在迷里面。迷是什么？是没有答案给你的。第二，你在迷里面的时候是出不来的，因为它是个谜，你迷在里面了。现在有人祭拜香火，有人设道场，有人拜师傅等等，但有一点，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智能够匹配上自己的意识，或者说让你的心智能够匹配上你的想法，你的灵性。当心智不能匹配上的时候，你就会在迷里面，当局者迷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该怎么修，该怎么学，其实都不是。我们说修行什么都不为，但是你找到一个方向，觉得修行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。你以前身体很差，进去之后你慢慢的修，身体越来越好。所以你的答案可能是修行是身体，有人是气运、能量，但是这些里面可能都会忽视你自己本身。其实你本身什么都没有，你是纯净、无瑕、洁白的。但一旦我们去修，去触动了一个东西，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帮助，你一定会抓住这个东西，照顾它。对你没有帮助的，你还会去抓吗？不会，你会远离它。单助与不帮助都是你自己。04，心智要匹配上信息。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末法年代的修行，就是让你的心智一定要匹配上你的信息场。如果匹配不上，那么你每天会被各种信息带跑、带偏，而心智就像是一个谜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来，就感觉好，感觉舒服，感觉好，感觉舒服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心智带给你的，是感受。你有灵感，有灵性，被感觉所束缚的时候，心智就不见了。你在感受里面自得其乐的时候，心智就已经降到底了。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世间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或者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，这始终都是你认为的。世间就是世间，你有你的认知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它就是它。道教为什么可以成长这么久？佛教为什么可以开3界？有它的运转方式。当我们的认知赋予进去，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智。一位灵性大师讲过，我们的质疑其实挺好的，你要允许质疑的存在，
这句话不是说不去信任，比如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感觉很好，质疑一下，我真的感觉很好吗？是感觉很好，还是我很好？是感觉本身带给我的感受很好，还是我本身就很好？完全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当心成熟，提升就能匹配质。这个质也很美妙。很多人做事是下意识，但有时就进入一种所谓的阶段，是无意识。像刚刚讲的灵性就是无意识的，可能你修佛修道也是无意识的，因为你的心智根本没有匹配到你现在在做什么。比如抄经、念经，我感觉很舒服，你的心智呢？看看心智在哪里。我从来没有讲过抄经不好，但是你的心智要匹配上你现在做的事情，如果匹配不上，就会累，会心力交瘁。心力交瘁的出现就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是在链接智慧，只是在链接感受而已。为何去链接这份感受？因为你要脱离之前的困境。当你认为有困境的时候，不就一直有困境吗？所以困境是可以脱离的吗？你想脱离的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最大的困境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质疑一下。有人送我一朵花，好幸福，我感觉我的另一半对我很好，这是你当时的感觉。但你的心智呢？心智已经被感觉给混淆视听了，然后可能过几天你就要去承受当时没有链接心智的这个东西。心不成熟，智很难出来。所以修行本身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去修。都说出家人化缘，但真正的出家人是不化缘的，因为自性是本自具足的，他不需要。真正懂得的人都知道，天地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，且至始至终也只有自己。所谓的化缘就是化自己，求缘就是求自己。缘是有重量的，化的人越多，重量越多。所以说真正的出家人是不会去化缘的。这种观念跟克里希那穆提的观念如出一辙。领悟修行是自己的，与别人无关。克里希那穆提经常讲课，有一个老太太听了他几十堂课，有一次实在忍不住，就过来跟他说，你每天讲的课我都没有听懂，但是我就是想来听，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克里希那穆提说，真正的老师只做他自己，你听不听得懂，跟我讲不讲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前面讲过，修行不是别人教的，也不是学的，体悟是自己的，与别人无关。修行是自己的，也与别人无关。不要在别人身上找借口，找理由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动辄就会到边上找理由。很多灵性导师说，我的能量被别人吸走了。我从开始讲课到现在，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没有吸走或者被吸。当你在平静安静的时候，哪有被吸，哪有吸？当你进入所谓的被别人吸走，难道不是你
自身的原因吗？对自己要么是能量，要么是身体有很强的执念，就是有一个保护系统，你想要它一直保护你，并且很敏感。所谓的喜与悲喜，皆是头脑的幻念和幻觉。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运转的，生命周期也是运转的。女性每个月有不舒服的几天，男性也有，因为这是生命周期不可改变的东西。当你成为生命的时候，里面就已经有了，所以不存在喜与悲喜。我们常常说流动，流动就是我做就是做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是自然流动。就像一个人的慈悲心、宽恕心，没有因缘，也没有因果，不为什么去慈悲，不为什么去宽恕，你的心性就是具足的，自信就是打开的。因为什么去慈悲，因为什么去宽恕时，就很难去打开你的自信。如果你觉得有人在吸你的能量，觉得你见一个人之后很不舒服，是因为你的身体投射给你，你太敏感了。敏感的人会对黑白、正能量、负能量、善恶有很清晰的认知，并不是只有好的叫疗愈，坏的也叫疗愈。成、住、坏、空，哪一个不是疗愈？所以你不舒服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就让它不舒服，不需要去想着你的不舒服，不要去对抗它，也不要去想着怎样去给它治疗。好坏不是头脑的认为好坏，它是一个自然。如果认为它是好的，那么你的头脑里面就一定会有坏的景象存在着，那坏的能量就也在好的那里聚集。修行很好的人，身体也会老化，也会疼痛，肌肉也会僵硬，器官也会衰退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情，其实你都改变不了。你以为你胜利了，你以为你把它改变了，你以为你掌控了，其实不然。成住坏空都会有，既然改变不了，那我们就只有成全。成全我的痛苦，成全我的难受，成全我的悲伤，我就让它悲伤，让它难受，让它痛苦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智就在提升。心智怎么成熟？一定会遇到一些困境，一些不舒服。如果我就要用好的把它疗愈，身体不舒服，我一定让它舒服，这样反而适得其反。就像一个修道的人跟别人说，我丹田里面现在有一颗金丹，我每次把呼吸往下走的时候，气沉丹田，我都能感受到，就像一个小球一样，有热量向周围扩散。有人就说不可能，哪有这些东西啊？迷信，这是你的幻想。其实这个人经常练，他的意识聚焦，整个能量都会往下走，他自己是能感受到的。我们不需要去争论这个问题，也不需要跟别人说你没有，你有，因为这是他的。06，争的是空，谈的也是空。我们最愚蠢的就是喜欢跟别人争论真假，他有就让他有，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他，
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呢？把房间里的灯关掉，留一点微弱的光，对着一个物体，不管什么物体，去看，集中精神，它会消失。这什么原理？世界的本质是空性，空性的本质是存在，存在的本性是一切皆有。每个人感受到的光不一样，物质会反射光给你，光给你会有感觉。当光感慢慢消散的时候，你一看它就空了，没有了。能量强的人在有光线的条件下都可以看空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争论的就是那个什么都没有。争的是空，谈的也是空，空的本身是存在。空性左右，并不是你认为的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东西。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？你认为的对于这个物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感受的是光，光感，光的吸收，光的捕捉，光的允许，光的存在。每个人身上都会散发光芒，每个人的光可能会忽明忽暗，暗是因为他遭受打击了，明是因为他的自信在向周围扩散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光，那我们用光干嘛呢？我们用光去接触，用光去感受，用光去触摸。如何用光？用光不是用识，我们的识是用六识去识别，但是用光指的是感受。光里面有光泽，有很多东西，就像一个东西一看它就变相。我们看我墙上现在这个白光，我知道它是白光。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说这个不是白光，那就不是。它是白光是因为它给我的反射是白色的，但是不代表这个光就是白色的，这只是你的识别能力给你的，但对于光本身来说不是。所以我们说用光去跟别人交流，用光去跟别人感受、触动。修行不要被你的识带走，也不要被你的头脑带走，要多去跟那个光温存一会儿，就是耐心的与光待在一块，你会发现这个光会慢慢的接受你。每个人的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环境很热烈，有的人环境很开明很敞亮，有的环境很黑暗。那么对于我们怎么样去接受这道光呢？允许对方待在这里，允许你接触了这个人，允许你接触这个事，允许你接触这个物就可以了。因为修行本身不是讨论能量高低的话题，也不是讨论你有多厉害，我有多厉害的话题。每个人修行的初心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无意识，自然进去了。每个人都会走这条道，因为你要磨练心智，增长见识，下载信息，然后造福于民。也就是说，修行是自己的，但是你在修行途中相当于把修行的种子给散播出去了。古文讲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你那个念头散发出去的时候，你在以身作则的时候，它就自然散发出去了，那么那股能量就会向周围扩散。这个就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一个人进入修行，要明确
我在无意的这段旅途里面，在修行的种种因、种种果里面在做什么，而不是问你是谁。问你是谁是个伪命题。问这样的问题，头脑就会把你一直带着，不需要去问。这就是古人所讲的行走坐卧都是修行这句话的含义。你走，你知道自己在走吗？你听课，你知道自己在听课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行走，我知道自己在行走，那么就会获得行走的力量，就会知与行同道。所以你做什么一定要知道你正在做什么，并不是我要抱着修行就可以了，我要去听课就可以了，我要去怎么就可以了。你要让你的心智时时刻刻地与你的灵去匹配。现代人为什么被内卷？因为很多人心智被迷失之后，又把我们给带进去了。什么是道？道是寻的吗？不是。道是假的吗？也不是。就像今天讲修行，我没说让你怎样去修行，你不知道怎么寻找这个答案，而是去践行这个答案。你在寻找途中，你的脚步没有动吗？如果你能把你的觉知放在你的一步一步里面，你就不会问什么是道。我们想学什么都可以，想做什么也可以，但是你要让你的心智去匹配你的做，让你的心智去匹配你的感性、灵性、神性。当你的心智不能去匹配的时候，就会混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工作，要上班，锻炼心智，体悟心智的这段旅程。锻炼心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背景。心智体验过之后，我们再去体悟，我心智待在这个地方，那么心智就永远不会掉队。就像如果现在你们跟我讲不管什么东西，我都允许，因为当你心智一旦匹配到你的意识的时候，它是平衡的，不会歪。为什么我们会评判别人？就是因为我们脑袋里面已经构想了一个图案，这个图案是这样做不行，这样做是错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争论。当你心智成熟，就不会去争论这个话题，因为对于你来说，这个话题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它只是你路过的一段路，看过的一朵花，看到的一个物质。所以末法时代该如何修行？心智体三样。心智是让你去磨练的，体是体悟你的这段旅程，这比别人告诉你什么是道，什么是能量，什么是智慧更有意义。我跟你讲什么是道，这不是你的，它只在你的认知，在你的头脑。但当你在心智里面去体验一段时间，再去体悟你的心智的时候，你体悟出的任何东西都是你的。有句话说，如果不是我觉悟的，我体悟的，我感受的，我都不要。我觉悟的，我感受的，我体悟的就是我的。因为你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的心智就会越来越成熟，心就会越来越强大，心就会允许所有东西都在流动，智就从流动里面诞生了。然后我们再去体悟这个东西，就发现了智慧。
如果我现在作为一个禅宗老师来讲，我就会说，你们要学智慧，智慧是你们最需要的。作为一个佛家来讲，你们要修心性，要明心见性。道家来讲，修身体悟自然。但作为生命来讲，这些都不存在。作为生命来讲，你还是你最重要，因为修行是你的，体悟是你的，智慧也是你的。当我们去接受这些混乱的信息，去接触这些所谓的高知识、高能量、高智慧的时候，你没有把它体悟成你的，这个时候就是混乱的。因为你下载信息的速度绝对不会停止，只要你活着就会接触，只要你活着，哪怕你停留在一个信息点，它照样还会继续运转。但是你在信息里面有捕捉，你在信息里面有筛选，你筛选的信息，你接触的这些信息，只是你屏蔽这个信息里面你需要，或者说大脑认为符合你大脑频率的，它得把它给接收过来。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，就是你07没有考题，自行而已。我们一直在讲，因为末法时代该如何修行，应该是你末法时代你去修行，没有该如何，没有方法。如果让我说方法，我可以讲一天一夜，但那些都是一个过程而已。就像你今天要考试，你是为了完成这个课题，完成这个学科，考过之后呢，你的人生不是还有吗？还会有另一道考题。所以没有考题，自行去发挥。我只告诉你，最主要就是你的心智。所谓的能量不重要，灵性、神性也不重要，你的心智去磨合了，那么其他的都会跟着融合。给你一把武器，你没力量，你拿得动吗？伤人伤己。给你一个见解，给你一个说法，你知道，但是你无法转化成自己的时候，误导别人，误导自己，甚至会迷失。所以当心打开，去接受这个世间所有的信息，心就开始慢慢扩大。当心扩大的时候，心要做到允许，因为心扩大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东西，那就是你需要接受，需要融入的。当心允许之后，所有的东西都被心接受的时候，它们在流动，智就诞生了。这个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智慧，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不是智慧，它就是智本身。智有很多种，自信和智慧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接触灵修、接触修行的来说听了太多。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要唤醒的这个智就是从心开始的，要把智给唤醒。因为这两个心和智结合起来就是你的心智。当你的心智能够做到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的时候，你的精神就可以去成长，更高、更大、更广。信息层面，哪怕它扩大到3维、4维、5维，更高，你都能去承载。很多人看过《三体》，里面有一个水滴，
降维打击就是从高维丢到低维，丢到三维，丢到地球之后，一下就可以把整个地球给覆灭。然后地球的认知是什么呢？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？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，都是以多数来改变少数，所以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就很容易忽视微观，忽视微小的、微弱的。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水滴，如果说它的能量就是所有的微观体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到，但不代表它没有，所以它降维的时候就有那么大的能量。就像现在一些很先进的武器都是比较小，越小威力越大。再看我们自身，一个小事可能会引发一场大的事故，一个小的话题可能会引发一场舆论风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微观和质子的能量，是很微小的、很微弱的。我们在修行的途中会遇到很多忽视的东西，这些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因为你的心智没有看到它们，因为你只想要，没有停，只想输出，没有停留。停留就会让我们的心智去磨练。为什么你会承受痛、承受苦？为什么你会刚好在一个很不舒服的阶段磨练心智？心智磨练得越来越强，下次这样的东西再过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你的力量，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份礼物。修就是修，你要休息一下，你要停一下脚步，休息之后才会更好的去远行，去行动。没有足够的休息，就动不起来。比如说你现在很累了，能不能休息一下，把一些东西全部抛开？为什么要等到身体扛不起的时候才休息？休息就是为了体悟，休息的本身不是睡觉，是为了停下脚步。在修行途中停下脚步，就是去观察，去觉察，这就是休息给你带来的。当你能够停下脚步去观察他们，和他们打个招呼，与他们共舞，你就会有更强的力量，心智会得到提升。哪怕前面有金银财宝，你都可以停留在这里，这就说明了你并没有为了一个目标不顾生命，不顾身体的消耗。神话里面有夸父逐日，夸父一直追着太阳跑，但是永远都追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会升起，会下落。太阳从海洋里面升起，夸父追着，最终发现太阳不见了。第二天太阳升起了，又去追，一到下午太阳又下去了。夸父天天这样追，夸父是神，他可以无休止地追。虽然我们佩服夸父的精神，夸父的能量，夸父的力量，但是作为人我们不需要，因为你的身体是柔软的，不是僵硬的。你能有夸父那样的体魄吗？既然没有，为什么不能休息一下？累了、倦了、厌了，可以休息一下。休息不是懒惰。有些小孩做事很慢，家长、身边人觉得他可能是懒，其实不是，那是因为他的身体能量很早就习惯了这种能量方式。
慢下来会更有力量，休息会补足精气神。没有休息的人很容易被打趴下去，或者说很容易前面斗志满满，然后趴下。道德经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往往在追寻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忽视了身体本身，其实就是心智。休息就是外形的心智。当心智提升之后，我们会发现身体的力量会跟着涌动，就能匹配我们的意识，匹配我们未来的想法，匹配我们的灵性，比如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很多东西。修行流动都是自然的。道是什么？有人说道是自然，我们每天都在自然里面，只是你不知道，你认为是你在支配修行，支配时间，支配物质，支配欲望，其实都不是，它就是自然的，自然流露，自然表达，自然输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顺应天道。愿所有心怀善意的人能够安然度过即将到来的挑战，成为新时代的佼佼者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